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用一锅水做2种口味的鱼，一个是清蒸鱼，还有一个是跳水鱼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始操作。我们准备了2条鲈鱼，鲈鱼每一条都是1斤多。做跳水的，我们把这个鱼鳍给它去掉了的，这个也去掉了。那清蒸的话，为了保证它完整性，这个鱼鳍跟这个尾巴都在。我们来改刀，跳水的鱼改刀很简单，只需要这样子往里面割几刀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来改清蒸的，清蒸的它这个肉比较厚，所以我们要再横着给它切一刀下去，然后再这样子戳几下，更容易熟。这个鲈鱼偏肥，肉厚。好，这就已经改好了。清蒸鱼很多朋友直接清蒸哈，他说蒸出来呢，感觉肉特别老，特别柴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直接用水，用1锅水来把它煮熟。做清蒸鱼的时候，先把它的水给它擦干，因为这次我们用的是水来煮。擦干它水的目的有几个，一个是去除它里面的像这种血水，还有表面的这个粘液，这个粘液是很腥的。因为我们用水来煮这条鱼，所以我们用这个红薯淀粉这种颗粒的给它敲碎。敲碎了之后，给它表面抹上薄薄的一层。抹这个红薯淀粉的目的呢，就是要锁住这条鱼里面的水分。它在煮的时候呢，保留了更多的水分在里面，它就吃起来更嫩。不用太多，稍微抹一点就行。肚子里面也要抹一点。好，这就操作好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煮。我们把这个水放上来，把它烧开。这个水呢，它是很多的哈，大概有20多斤。水多一点的话呢，它对于保持温度就非常好。它往下掉温度的话，掉得很慢。实际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叫做煮鱼哈。为什么叫做清蒸呢？因为它比蒸出来更嫩，而且跟大家理解的煮是不太一样的。首先，第一步是把水给它烧开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啊，在冒泡了，就说明呢这个水已经90多度。现在这个水已经开起了，我们就给它关火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条鱼直接下去。好，直接给它下去。下去之后，把它的肚子翻一下啊，把它的肚子里面的气排出来。现在我们把鱼放下去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技能叫做3点水，就是手在水里面点3次。就是受不了第4次的时候，说明这个水有80度。如果我们点2次的话呢，它就说明只有90度。啊，第3次就受不了了，这个时候就有90度。我们下完这条鱼的时候就有90度。所谓的煮鱼，其实就是利用90度左右的温度啊，给它低温慢煮。这个鱼呢，大概煮个15到20分钟的样子，它就可以成熟。这样子做出来的话，它就比蒸出来更嫩。好，现在我们只需要让它在里面泡个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，我们用筷子插一下，它能够透，就说明已经完全熟了。其实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90度这个鱼会不会熟啊之类的。90度持续个15到20分钟，它里面其实鱼就已经是全熟了。现在这条鱼已经泡了5分钟了，我们再试一下，也是点水，还是第3下无法下去啊，就说明它这个温度没有降。那我们煮鸡啊、泡鸡的时候啊，它就是可以连续来3下，没问题，那就继续泡。如果你来到第3下都不觉得烫的话，那就要加一把火。这条鱼的话，因为是活鱼现杀的下去，它就撑开了，就说明这条鱼足够新鲜。它在水里面的时候，眼珠子已经爆出来了。然后你看我们泡的时候啊，是表面有这个油啊，给它打掉。这个油是很腥的，越是新鲜的鱼，越是不用加什么葱姜啊、料酒之类的，直接就在清水里面泡。泡熟了之后再拿出来，上面再撒姜丝、葱丝，然后再泼一下油，放酱油就可以了。这个才是鱼的原汁原味。你看泡了5分钟，它表面已经发白了，然后中间呢还有一点透亮。我用这个捞起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现在捞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捞的时候呢要轻一点，还有就是我们煮这个鱼的时候一定要用大一点的锅，
不要用太小的锅。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中间呢还有一点带透明的哈，这就说明呢它还没熟，这都不用筷子插的。然后我们继续放下去，继续泡，看到没？这个眼睛都爆出来了，这才是新鲜的鱼。好，继续放下去，轻轻的放下去。现在已经泡了15分钟了，我们捞出来检查一下。我捞出来了，其实是方便大家看一下。其实平时做的话不用捞出来检查，直接用筷子戳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看一下，好嫩啊！用筷子戳一下，戳这个最厚的地方。哇，可以了，已经熟了，完全熟了。捞的时候呢，我们给它倒一下水，把这水给它倒一下。这水太多了就不好看了，而且它会稀释酱油的味道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鱼直接放到盘子里面来，看到没？完完整整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再放一点这个姜哈，先把姜搞这个鱼身上，然后是这个葱白放一部分，葱白是大葱的葱白。这时候我们来准备烧油。这一锅水呢，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，先不动它，这锅水别倒了，还能用。这锅水大概就是30多斤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准备烧油。好，加点油下去烧热。其实用来泼这个蒸鱼的油啊，最好是用一些植物油，比如说大豆油，或者是说葵花籽油，或者是玉米油，千万不要用菜籽油、猪油、牛油之类的，一定要用这种味道小的、透明的油，它就不会抢掉鱼的味道。这油的温度呢，大概就是烧到180到200度之间，不要太热，也不要温度不够。低于180的话，它泼上去它激发不了那个香味。你看现在这个油大概是190度，如果是冬天的话呢，就要烧到200度，因为我们在转身的时候温度还会降一些。好，现在冒这个大青烟，就已经是200度了。我们来直接泼油。油呢不要一次性泼上去啊，分前段、中段、后段3段来泼。现在我们泼前段，然后是中段，然后我们再打点油，泼后段，然后再补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放酱油，酱油千万不要从鱼身上淋下去啊，因为这个鱼身上一淋下去，它中间的肉放久了会很咸的。所以我们这个酱油从边上淋，围着一圈，淋在这个泼的油上面。这样我们吃肉的时候呢，肉扒下来到这个里面去走一遍就可以了。好，酱油就倒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最后啊，我们来放一点这个绿色的葱叶。好，这样一道蒸鱼就完成了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这个盘子啊，放到微波里面给它打热，或者是给它泡在那个70、80度的开水里面。这个盘子呢要热，盘子不能凉，盘子凉了之后，菜一上来，这个鱼也凉得很快。盘子如果是热的话呢，它至少可以延缓它20分钟不冷。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哈？大家先看一下，这个眼睛都不用多说哈，这个鱼非常新鲜，就爆出来了。之前我在农村吃席，好多它一蒸出来眼睛是缩进去的，一看就知道是预制菜。但是这个的话一看就不一样。我先吃一块鱼背上面的肉，哇，好嫩！哦，看到没？这个肉的含汁水量非常高。先吃个原味的，哇，嫩！再来一块带皮的，好嫩啊！这都起蒜瓣了，看到没？这就是蒜瓣肉啊！你看，蘸点酱油，哇，这夹都夹不起来，看到没？这都起蒜瓣了，好香！
而且你看这个加开的地方，里面的水分是非常饱满的，汁水是很浓的这个。但是如果是用清蒸啊，真的去蒸出来，这个鱼就废了，腥味重都不说，而且蒸出来的肉偏老。但是这样子吃呢，完完全全的它的蒜瓣肉完全都在。用一句话来说，还是现在的鱼品质没有以前好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鲈鱼，那个鲈鱼用筷子一拨，整个肉都下来了，而且还不需要这么好的技法去做，直接就是随便一蒸就可以了。现在的鲈鱼，乍一看就跟那个喂的那个肥猪一样，就像充了气的一样，很肥很肥。不错不错。第一道菜一定要学起来啊，清蒸鲈鱼。好，我们下一道开始做那个跳水鲈鱼。我们还是老方法，把水烧开，把上一条鱼的它的油给它打掉，这个上面飘的一层油是很腥的，给它打掉不要。把水烧开，这时候呢，我们一样的哈，把这个鱼把鱼的水分擦干，它这样它才能粘得住那个淀粉。这个跳水的话呢，粉就要稍微放重一点，一定要放重一点。粉放轻了之后就不够嫩，就要放得更重一点。清蒸为什么放的少呢？是因为它是吃鱼的本味多一些，而这个呢是吃它的口感，还有它的嫩度。这个擦完了之后啊，一样的啊，这红薯粉稍微多一点，给它抹上去。多的话也不用太多哈，就是抹一层就可以了。肚子里面，特别是鱼肚子里。鱼头这个位置，你看这个鱼好肥啊！现在我们这个磨好了之后，给这个调个底味啊。清蒸我们就一点盐都不要放，但是跳水一定要放盐。我这里大概是35斤的水，我就放了300克的盐，大概就是8克盐啊，8克盐左右，1斤水8克盐。放了盐之后呢，再放一点点啤酒，不要放太多，有一点就可以了。放完啤酒之后啊，再放一点点这个猪油，这个猪油就是用来封汤的哈，让它能够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。放一点猪油，让它飘在这个上面。正常来说也不用放什么葱姜的。如果说你家里正好有这些边角料，可以放下去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我们这个做法只是针对于家庭啊，不是说针对于餐馆。商用的话又不一样，家庭的话是越简单越好。在做菜上面做减法，不要去做过多无谓的加法，因为家庭追求这个没有意义。好，火开了，水开了，我们就一样的啊，关火，还是老规矩。因为这条鱼呢，中间没有改这个花刀，这条鱼下去它泡的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，长2分钟，也不用太长，直接放下去。放下去不要一下子放啊，把肚子给它朝上面，让它把空气吐出来。好，直接丢下去。丢下去了之后呢，还是老规矩，3点水，2点水。这个温度要稍微高一点，因为放了猪油，它保温性更强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就给它端下来，就不能放在灶上面了，因为这个猪油放了比较多啊，它把这个空气、把这个热度，它保温保得比较好。端下来放到一边，就放在桌子上就可以。一会儿呢，我们来炒这个料。我们料炒好了之后呢，再把鱼捞出来，再淋上汁就可以了。先放到一边。好，现在鱼在泡着，还有5分钟左右，我们先把汁炒出来。炒这个汁呢，跳水的汁一定要用到菜籽油啊，要用纯的菜籽油，放1半。把菜籽油呢烧到240度，去除它的油腻的味道，留下香的味道。烧到它冒大烟，烧到它像这样冒青烟为止。好，把它锅离火，让它呢稍微冷一点点，然后再来放这个猪油哈。猪油呢也是1半，这么多。
这是要站远一点，猪油里面有水的。好，油给它烧化。跳水鱼的油可以适当多一点哈，油少了之后，这个鱼吃起来就不够味了。现在的油大概有个60%热，这个时候呢，放花椒，抓一小把花椒，然后这个姜蒜，还有泡椒，下锅炒一下，然后就是这个小米椒、辣椒碎，给它都放上去，给它小火炒一下，炒香。就不要着急，小火慢慢炒，炒到这个颜色啊偏黄红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有的呢可以放点豆瓣酱，但是豆瓣酱如果放的话不要放太多，放多了都是它抢这个鲜味。好，再加一点水，加1勺水，大火烧开。这时候我们放一点点子姜下去熬一下这个汤，再少放点这个小米椒的辣椒汁，这个是来调味。这个的汤呢，大概就是有个汤加油，大概是1斤左右的样子。我们的盐放个6克，再放一点糖，再放2勺味精，再放2勺鸡精，然后再放一点点醋哈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提个味。这时候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鲜味和咸味稍微还差了一点点，鱼的话要偏咸一点，我们再加2克盐，再加1勺味精，再尝一下。现在够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辣椒节放下去，还有这个子姜。现在的子姜比较贵一点，大概呢35块钱1斤。我们现在搞一点这个红薯粉，给它勾一下芡，勾一下芡，芡粉倒到炒勺里面，锅离火来勾。锅离火来勾呢，它这个水不会开，不开的话呢，它就是没有气泡，它出来的汤汁呢就比较透明。你看这个感觉明显是不够的啊，这个是不够的。好，再拉开，再继续放，让这个水淀粉糊化一下，还是不够。放。好，你看，它现在已经挂勺了，看到没？它倒出来了呢，挂勺了。然后我们再下去，再加小小的一把火。这把火呢，不能够把它烧开哈，烧开就会有气泡进去，这个汁水就浑掉了。你看，已经挂勺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点藤椒油。这个油呢放上去不要拼命的搅，就把它卸开就可以了，把它当成明油来用。好，很漂亮哈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关火，把鱼捞出来，把这个鱼捞出来。哇，这个鱼，哇，刚刚好，时间正好。这个时间为什么刚刚好呢？它这个肉中间它已经熟透了哈。眼睛呢也鼓包了，就是这条鱼就是要这样子啊，多上一点粉，它熟的更快。现在给它捞出来，摆盘，最后来把这个汁水淋上去。这个汁水看起来是透明的哈，它正是因为我们勾芡的时候，并没有让它开得很厉害。但是它也很挂得上。最后我们再撒一点葱花，撒一点葱花，跳水鱼就可以了。这条鱼跳得非常嫩哈，比上一条清蒸的还要更嫩。现在我们这个跳水鱼也完成了哈，大家看一下，
我觉得作为四川人来说，我还是更喜欢吃这个鱼。当然，这个鱼吃腻了之后呢，吃一条清蒸也不错啊。我们自贡的做法呢，这个跳水鱼并不是做出来很红红的，它是黄中带红，它是很少放豆瓣酱的啊。放豆瓣酱呢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节约成本。现在试一下这个鱼，我还是吃背吧，我喜欢吃背上的肉。哇，这个肉看到没？它比上一条呢更加的嫩。它的水分更足，是因为我抹了更多的红薯淀粉。尝一下什么味道？嫩滑、鲜辣，底味正好。再来一个蘸汁的，剥一坨肉，挂点汁水。啊，这个挂完汁水之后就更漂亮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勾芡的时候呢，要看一下它能不能挂勺，能挂勺它就能够挂肉，就一个道理。这个味道就更浓烈了，鲜、辣、嫩、滑，然后这里面有菜油的香味，还有猪油的香味，这个做法非常的不错啊。就是本着这道菜呢是不浪费上一锅水，但是过年在家嘛。如果你正好买2条鱼呢，又有不吃辣的，又有吃辣的，那我觉得烧一锅水能够做2条鱼也非常不错。大家一定要在家里面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